杜聿明会采缝纫机，你们就给他建了一个缝纫作坊；邱行香会做木工，你们就给他建了一个木工作坊。既然他们有，我也要有一个。我想研究永动机，如果你不给我建的话，那说明你们对我进行了区别对待，把我打入另册，对我歧视。好家伙，黄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提出研究永动机的人，别人都是采缝纫机做木工，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，他却想凭一己之力为整个世界添砖加瓦。原来在功德林中，为了能更好地鼓励战犯们的学习改造，所长王英光以学员的兴趣和能力成立了几个劳动作坊。像杜聿明这种会采缝纫机的，自然有自己的工作小组，他也成为了最初一代的采缝纫机始祖。后来又陆陆续续成立了不少小组，就连沈醉都有了自己的作坊，这让心理不平衡的黄维受不了了。他觉得自己好歹曾经也是个兵团司令，身份地位怎么着也不能比沈醉低吧，便跑来王英光办公室抱怨不满。一通发泄完后，黄维告诉王英光，他对机器很感兴趣，他要成立一个机械作坊用来研究永动机。但王英光好歹也是读过书的人，他表示热力学定律早已证明能量是守恒的，永动机的构想只是幻想。你还懂热力学呀？我知道一点。热力学定律当然没有错，但是人类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能量。什么能量？万有引力，你懂吗？我也只知道一点。万有引力是说，算了，这个扯太远了。黄维认为重力可以变成动力，原有的物理思维要进行推翻。为了能说服王英光，他足足准备了一沓材料，但这么草率的决定，王英光显然也不会立马答应。你现在研究这个东西啊，太高端了，我们需要研究讨论。我希望你不要受传统物理学思想的影响，我这是科学创新。说的好听是科学创新，实际上就是糊弄人的鬼话。就连王英光也觉得黄维的想法过于荒谬，但功德林的劳动从来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利用劳动引导和提高这些战犯思想改造的效果。为了这个目标，所里还是把黄维的这个项目上报给了上级。不曾想上级竟然同意了黄维的方案，给他成立了一个研究永动机的作坊，还给配备了设备以及相关的书籍。这要花不少钱吧？那可不，好几百块呢。那么多？咱们手里没那么多钱，这钱啊，都是国家特批的。替我谢谢国家，也谢谢你们。而与此同时，在上次陈瑞章的老婆来功德林探监后，在海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，特别是台湾方面完全不相信大陆会善待被俘的战犯，污蔑这是我党伪装出来的一次探监活动，其目的就是想动摇台湾当局的军心和吸引其他战犯家属自投罗网。对于台湾当局的妄加污蔑和海内外的猜疑，我党决心做出反击，要在功德林对战犯组织现场采访同步录像，到时把录像播向全世界，给予在台湾的老蒋沉重的打击。被采访中最积极的就属王耀武了，他老婆不在台湾，不怕老蒋报复。采访时先介绍完图书馆，又介绍了宿舍跟教室，把功德林如何善待他们这些战犯的方方面面都说到了。被采访的都是功德林里的积极派，但唯独没有杜聿明，这让杜聿明很不理解，为此特地去找到了副所长。原来有你的名字，后来啊，所长给你拿掉了。为什么？所长说了，您的夫人正在设法返回大陆，最好不要打草惊蛇，惊动了蒋介石，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所长考虑的真是周到，我明白了。哎，谢谢你们。当采访的影像传回台湾，被老蒋看到后，气得他火冒三丈。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曾经的国军高级将领、黄埔军校的得意门生，竟然没有一个人保持忠孝节义。他大骂王耀武、宋希濂等人都是党国的罪人，气愤之余，直接下令将这些人以往的功绩全部革除，就连他们家属每个月的津贴也全部停发。这么大一堆古董是吧？我10几万买的呀！妈呀，10几万的东西搁到现在，怎么都值个8、90万嘛，连个奖状都换不回来啊！我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捐了，捐也是白捐，对不对？王灵基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？原来就在前段时间，功德林开办了一场照片展，这些照片记录了全国各地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。王灵基看着祖国在共产党的治理下能建设得如此之好，不免感慨万千。再回想国民党时期统治的中国，简直是不堪回首。进功德林的这些年，我党对他们这些战犯确实也不错。为了回报我党，也为了支援祖国发展建设，更为了追上杜聿明、王耀武这些积极派的脚步，王灵基决定捐献一批他以前埋藏起来的古董。
原来在抗战期间，王灵基在汉口担任第30集团军总司令的时候发了一笔横财，当时恰逢战乱年代，他便打算做一笔能长期升值的投资。在朋友的建议下，便决定收藏古董。他朋友还给他推荐了一位在汉口的古董收藏家。最终，王灵基花了15万大洋购买了一批乾隆时期的文物，并把它们埋在了四川。王英光见老王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也不敢耽搁，当即就命人拿来了四川省比例1比10万的地图，让他找出埋藏点。龟山，你决定，就这儿。随后，王英光便把这件事上报给了公安部。虽然杨局长对此事有些怀疑，但还是决定试一下把这些文物挖出来。万一是真的，那确实是为国家做了贡献。但当公安部大张旗鼓带着历史学家前往龟山把古董挖掘出来后，才发现这些古董全部都是赝品，为此还闹出了不小的笑话。出洋相了，这次咱们出大洋相了。文物局的领导和专家一行5人赶到汉口，在当地政府和公安局的配合下，直奔龟山，然后开挖。没挖到，挖了，挖到了。但是啊，那些专家一看全乐了，全是假的，一件真的都没有啊！这下可让王英光犯难了，告诉王灵基吧，又怕他年纪大了受不了；不告诉吧，又怕他胡思乱想。于是所长便决定以需要时间鉴定为理由搪塞王灵基。但不巧的是，报纸上正好刊登了一则张伯驹捐献文物受到表扬的新闻，还被徐元举看见了。那张伯驹昨天捐了文物，今天就见报了，但你都没有消息，那话你到底捐没捐？你说这话啥意思啊？你就吹牛吧！站住！王灵基见有人说他吹牛，火气当即就上来了，操起书本就往徐元举身上砸。眼看两人要打起来，蔡守元连忙阻止，但徐元举想了想，表示既然不是吹牛，那会不会文物被某些人私吞了？毕竟鉴定文物要经过这么多人的手，中间出点差错也在所难免，不然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呢？那按理说，把文物捐给国家了，那国家肯定要给老王一个证明啊，一个手续啊，收据啊。你这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你要是说出来给国家捐了那么多的文物，你又没有凭据，谁信呢？王灵基也觉得徐元举说的话有道理，第二天就去找到了副所长胡大树，要求国家给他开个证明，最不济也要功德林给他开一个。但胡大树还是以要时间鉴定为由婉拒了他的请求，并表示文物不是所里接收的，所里更不能开了，到时候说不清楚。听到胡大树这样的说辞，他只能失望的离开。回到宿舍后，便对着众人大吐苦水，发起了脾气。你不说现在跟我奖状吗？你就在报纸上给我登个小扣块东西嘛，也算是个交代嘛。我捐没捐嘛？我那些东西到哪儿去了嘛？你总得有个说法嘛。我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捐了。王灵基索性闹到底了，第二天早操也不出，饭也不吃。眼看事情发展成这样的情况，王英光只好把实情告诉他。但为了委婉地说清楚，他还是叫来了杜聿明帮忙。杜聿明为了让王灵基少受点刺激，先是给他做了一个舒舒服服的刮胡子服务，随后便给他讲了一个沈醉买古董上当受骗的故事，听得他一乐一乐的。但他回头就去找到沈醉问有没有这回事。你在昆明是不是买过一批古董全是假的？我经手的文物都是真的，没有假的。我不好收集这些东西，就是买个1件2件，那也是送人。这样我还买一批，你以为我是你啊？哪儿来的那么多钱？你的消息听谁说的呀？杜聿明说的。杜聿明当时他也在昆明呢。不是，他好好的编个故事给你干嘛呀？跟沈醉这样一交流，王灵基总算反应过来了。原来杜聿明所说的沈醉买假古董，指的就是他自己。不等沈醉追问，他便匆匆离开，去找杜聿明确认。你给我说老实话，怎么了？全是假的？干嘛非要说错呢？不说破，不是更好吗？没弄错吧？你说呢？唉，气死我了！